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车轮。今天看这个车，这个是个50宏光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发动机新换的，它之前那个发动机呢，因为改气、燃烧器修过好几次，然后后期又出现了1、2缸串缸。这个是咱们粉丝朋友买的一个二手车，这刚买没多久，以前他就是修过很多次。为什么修呢？一旦改气儿，它就容易导致发动机的热值增高，比这个平常的燃油车比较大，所以说这就是改气儿的弊病。改气儿虽说能省不少钱，但是还是有弊病的。所以说出于没办法，咱们就不选择维修了，直接换一个发动机，因为这个发动机没多少钱，划不来。所以说换完以后，现在有个什么情况？凉车不好启动。现在检查它凉车不好启动，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发动机所带来的，因为发动机只是一些机械件，它就是凉车第一把不好启动，第一把打的时候打不着，你得给油门才能着，着了以后还不稳，不稳的话给油门持续个半分钟左右，30秒钟它就稳了。之后你再熄火再一打它就好着，怎么打怎么好着。所以现在针对这个问题，先检查2个方面：一，它的一个水温感应塞，水温感应塞拿电脑读就可以了，读它的数据，看一下数据流。因为现在西安的天气现在正在下雪啊，现在肯定是零下的，拿电脑读一下，看它水温感应塞的数据流是多少。这是一个 1.4 的50宏光，现在咱们第2天早上凉车还没有启动，先读数据，因为你一旦启动以后读出来数有可能就不准确了，所以说凉车第一把咱们就读。现在去读它故障是没有任何故障码的，就单独看一下这个发动机冷却温度，-4度，-4度这个数值是正常的，所以说现在跟水温感应塞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接下来就检查油压，汽油泵的油压能不能达到。现在就检查一下汽油泵的油压，看能不能达到。它这个油管在上边比较好拔，所以咱们就直接测油压。天冷就是不好干活。好，现在油管拔掉，可以看到它的油呢，正常来说拔掉以后多少得流油的，现在明显的没有太多的油出来，基本上没什么油可以说。把汽油压力表短接到油管和喷油嘴轨道上，好，关掉。现在咱们已经把汽油压力表短接到油轨上，现在让兄弟进去开钥匙门，关钥匙门，再开钥匙门，看一下它油压能达到多少。你进去。现在钥匙门开着呢，不要打车啊！让你打车的时候再打，你先把钥匙门关了，然后再重新开。你现在关了是吗？啊？现在关着还是开着？现在开着呢，关掉，再重新开。咱们可以看到这个油压降得很快，关掉再重新开。油压降得很快，压力瞬间建立起来以后，直接又落回去了。咱们先往进气口把节气门掰开，喷点清洗剂，因为它到缸筒内也需要一个过程。准备好了吗，静蕾？
启动，起，再起。熄火，再起。熄火，再起。刚才咱们喷清洗剂，它虽然第一把没有着，但是着的比之前启动的话好着多了。因为它清洗剂到钢筒内部也需要一个过程。现在咱们就解决油泵问题，就是这种现象。凉车第一把不好启动，启动着以后你熄火再去启动就好启动。咱们接下来就先把油泵油压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，先把油压建立起来。现在这个车依然是放了一天，给它换了一个汽油泵总成。咱们看一下，它这个汽油泵总成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的东西。它这个是里边一个泵芯儿，上面一个泄压阀。像咱们看到之前它的油压封不住，问题原因所在就是它这个泄压阀的原因，泄压阀有问题导致泄压。因为你油压一开油门上来一瞬间立马又掉下去，它封不住，所以导致凉车第一把启动燃不起来。现在咱们换的新的油泵，咱们再试一下，看看它油压开油门以后还会不会掉下去。然后呢，这个油压启动车以后相对来说也有点偏低，所以说直接就换的总成。现在是放了一天凉车没有启动的状态。来开一下钥匙门，汽油泵已经换的新的，开了是吧？关喽，关掉了是吧？现在新的汽油泵总成开钥匙门以后，它的压力将近5个，然后关掉钥匙门会有轻微的一个泄压的过程，泄到4个就不会动了。再开一下钥匙门，5个多，直接启动，看能不能一把着。看了吧，现在它就一把着了，而且压力也比之前大，之前的压力3个多，现在是5个多，所以说能把它压力保住，它的启动就正常了。现在咱们去拔这个油管，它肯定会有油出来，不像之前没更换油泵的时候拔出来，它里边一滴油都不带出来的。看了吧，现在它是直接溅起来了就。现在就完事了，把压力表卸掉。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油泵了，里边就一个油泵和一个泄压阀。泄压阀的作用就是为了给它保压和泄压。为什么说保压和泄压呢？熄火以后，让它油管到喷油嘴保持一个正常的压力，再次启动的时候会让它好启动。泄压呢，是为了让它压力不要过于太大，压力如果说过于太大，它会泄压阀就会给它泄压，让油泵负荷不那么大，让油泵使用更长久和不损坏喷油嘴。它的作用就是保压泄压。所以说凉车启动需要关注的几点就是拿电脑看数据流，其次就是看油泵压力，还有一个就是缸压，缸压也会导致凉车启动没反应。咱们没去量缸压，因为新换的发动机，所以不存在缸压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